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的第5句，看屏幕。But these are not analogous to what happens when man ages. 但是这就是像什么慢慢会耗尽能量这个事儿，上一句话说这事儿啊，与这个东西并不类似。be analogous to 固定搭配就与什么什么类似，类似于 be similar to 啊。这个 what 到句末当然是个宾语从句，做介词 to 的宾语啊。What happens when man ages？ 划线的部分当然是嵌套在宾语从句内部的一个时间状语从句，但是这与人衰老时发生的事情并不类似。这个就是这个耗尽能量，什么这个东西慢慢变旧，这个会磨损掉，跟人衰老好像不一样啊。这里面首先出现一个固定搭配叫 be analogous to， 就跟什么什么类似。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替换成 be similar to， 类似啊，跟什么什么是类似的，很像的。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Hypnotism is in a sense analogous to drunkenness. Hypnotism 叫做催眠了。那么 in a sense 某种意义来说，催眠在某种意义来说呢，跟醉酒的状态有点类似，都是晕的喽的，对吧？跟什么什么比较类似啊？好，我们再看一个考研这个英译汉的一个片段，这个句子咱们见过啊。His function is analogous to that of a judge.Who must accept the obligation of revealing in as obvious manner as possible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它的作用，这它还是指这个知识分子，跟咱们刚才看那个考研英译汉是同一篇文章里面的啊。知识分子作用类似于法官的这个作用，这个 that 当然代替前面这个 function。因为中文说我的头发比你长，英文说得说我的头发比你的头发长，不能说头比人长。那这个它翻译成中文是 that 可以省略了。它的作用类似法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义务，什么义务呢？就是或者这样一个责任 of 引出同语了 of revealing reveal 是揭示，揭示应该加宾语，后面加 in as obvious manner as possible， 用尽可能明显的方式来揭示，这说明状语前置了，那一定宾语后置呗，要不然没宾语就错了。必须是什么呢？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推理的过程，再加定语从句，使他做出决定的推理的过程。整个翻译一下，它的作用类似于法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要以尽可能明显的方式揭示出使他做出决定的这个推理的过程，这就特别好翻译了啊。当然，表示类似的还有好多词汇可以替换，比如说 be comparable to 或者 be comparable with。注意不要的 comparable 都能 comparable， 跟什么什么是可比的，是类似的，很像的啊。The threat it poses is comparable to 或者 with smoking just one cigarette every year。It poses 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个 threat， 大家还记得 pose a threat to 对什么什么构成威胁吗？就它构成的威胁好像什么呢？一年中仅仅抽这么一根烟一样，说明威胁微乎其微，跟什么什么类似。还有书面也叫 be akin to，be akin to 也不叫文言，写作可以替换啊。比如说what he felt was more akin to pity than love， 他的这个感受这感觉。与其说是这个爱，还不如说是同情，就更像是同情不太像是爱。这个跟什么什么类似 ，be akin to， 就可能根本不是爱，而是同情怜悯啊。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叫相当于 ，be equivalent to，be equivalent to 就相当于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也看一些例子。The volcanic eruption had an explosive power equivalent to 20,000 tons of TNT 啊。这次火山的爆发 volcanic 是火山的 eruption 喷发了，有这样一个爆炸力，怎么呢？相当于2万吨级的烈性炸药 TNT。 be equivalent be 动词没了，这是形容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了，叫相当于什么什么。 be equivalent to 可以同时记住。好，那下一句话解释说为什么跟人的老化不像呢？我们说 a run-down watch is still a watch and can be rewound。 run-down 叫发条走完的表，run down 这是不翻译成坏的啊，发条走完的表，固定的一个词，它跟表搭配是这个意思啊。依然是块表，并且可以再次被上发条 ，can be rewound， 还是来自于刚才那个上发条动词 wind，rewind 再次上发条，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就是 rewound 就好了啊。但是旧手表跟发条走完的表就不一样了，看下面第7句，看屏幕。An old watch, by contrast, becomes so worn and unreliable that it eventually is not worth mending. 一个旧手表 by contrast 插入语了，相对照而言，跟它不一样的是，
become 会变得如此之破旧和不可依赖 worn 的破旧不堪的 unreliable 当然是不可依赖的 that 还是跟 so 固定搭配如此以至于嘛，对吧？以至于它最终就根本不值得修了。Worth be worth doing word 可以看到介词后面要跟这个 doing 要主动表示被动含义，尽管是值得被修，但是 words 后面的 doing 必须用主动，无论主动被动它都得用主动，无论含义是主动还是被动啊，这是咱们老知识了啊。这个当然对比之下 in contrast by contrast in comparison by comparison 都行，都可以表示对比之下相对照而言啊。但是 in contrast 或者 by contrast 一般是强调两个事物的不同。本文中用的对呀，那不是这个旧手表跟发条走完的表是明显不一样的吗？而 by comparison in comparison 这个既可以强调不同，也可以强调相似之处，都行啊。这个是咱们旧知识的复习，咱们以前说过啊。本文中用 in contrast by contrast 完全正确，它强调不同之处啊。变得如此之破旧和不可依赖，以至于不值得修了。be worth doing 这个 doing无论它的含义是被动还是主动，都必须用主动。本文中是值得被修，但是一定用 mending 这个结构。那么 doing 被动表示主动的含义的，这个就是不论这个主动被动都用主动的形式的。还有一个咱们讲过的 require need 或 want 需要，注意这都表示需要，需要怎么样 doing 在这儿一定是主动，尽管内容可能是被动，需要被怎么样但一定主动，但后面加动词不定式就等于该主动主动，该被动被动，这一般是被动 to be done 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表需要修理了， the watch requires 或 needs 或 wants mending 或者 to be mended， 这个跟 be worth doing 可以同时记，它都是后面 doing， 无论含义是主动被动，但 doing 都用主动，这个结构可以类似啊，可以同时记住。我们复习在19课见过，就110页的第8行，110页第8行。If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resting the body, then perhaps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resting. 如果不是让我们身体来休息的这个事儿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是我们的大脑需要休息咯。这个 rest 在这儿是及物动词，相当于 needs to be rested， 但是 resting 得用主动。你看刚才不是 resting the body 吗？什么 rest 是及物动词，使什么什么休息吗？所以 needs resting 后面也是这个 doing 形式是主动，但表达的是被动的含义。但相当于 needs to be rested 是一样的，这两个可以同时记啊。但这个表跟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下面看第8句。But a watch could never repair itself. It does not consist of living parts, only of metal which wears away by friction. 但是一块表永远不会自我修复自己。破折号在这边递进一步啊？为什么呢？它并不是由那些活的部分组成的 ，consist of 表示由什么组成 ，only of metal 这个 of metal 跟 of living part 是并列的，还是跟 consist 搭配，只是由金属组成的。后面定语从句非现在性的修饰这个 metal 金属，而金属随着摩擦会慢慢磨损掉 ，friction 表示摩擦的意思啊。这个句子把语法看清就好了，比较简单啊。看下一句，那么人跟这个表有什么不一样呢 ？We could at one time repair ourselves well enough at least to overcome all but the most instantly fatal illnesses and accidents. 我们有照在曾几何时曾经 at one time 是曾经，说明现在就不这样了，这是插入语啊。我们曾经能修复我们自己，足够的好，至少呢能够克服 to do 到句末整个换音色是这个动词不定式做状语了，能够克服就是战胜那些除了那些瞬间致命的疾病和事故之外，几乎所有的病我们都自个儿能治好。手拉破了慢慢好了，得感冒慢慢能痊愈。那除了致命的疾病和瞬间致命的事故之外，我们一般能自我修复自己，而表是不会自我修复自己的。这个 all 后面那个 but 是介词，除了什么之外，其他都怎么样。但老师讲过 all but 如果放在一块连用的话，放在一块当副词来用的话，就相当于几乎差不多。在本文中不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 but 后面跟名词短语了吗？说明它在这儿 but 是介词，是字面意思，除了什么什么之外都怎么样。如果 all but 做副词短语来用，一定翻译成几乎差不多，这是老的知识的复习啊。那咱们就看看这个 all but 的用法。如果 all but 做副词，相当于 almost 几乎差不多，那它搭配就不一样了。比如说 The research was all but forgotten， 这 but 不是介词，它后面没有跟名词嘛，对吧？这个研究几乎被遗忘了。
His left arm is all but useless. 他的左胳膊几乎废了，几乎没用了。这 all but 当副词来用，修饰形容词，修饰动词被动，这是可以的。但本文中呢，你不能说这个能够克服几乎所有瞬间致命的疾病和事故，那开玩笑了。这个人被个大铁坨子都砸烂了，还能痊愈吗？不可能了。本文中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都，因为本文中 but 后面跟的是名词短语，所以你看搭配决定含义，语法分析对咱们读懂文章多么重要。所以记住 all but 当副词来用，翻译成几乎差不多。如果 but 后面跟名词，得翻成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其他的都如何。这个注意，那这个别翻译错。这个知识在21课西部篇那个时候讲过。就是除了得暴病而死或瞬间致命的事故之外，像车祸、地震像等等之外，我们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能克服一般的疾病和事故的。好，后面进一步说。看题目 ：Between 12 and 80 years, we gradually lose this power. An illness which at 12 could knock us out over, at 80 can knock us out and into a grave. 前面第一行这个下划线的部分是时间状语，在12岁到80岁之间，我们逐渐的丧失掉这个能力。这个 power 咱们在青春期那个时候讲过 ，power 可以换成 ability， 不一定是权力、力量，可以换成能力。慢慢丧失这个能力，一个疾病，黄岩式定语从句。在12岁的时候，使我们病倒的疾病 knock over 可以表示把某人打倒了，这个疾病到80岁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人事不省 and 变成连词，直到进到坟墓死掉。knock out 表示使某人人事不省，让他这个真魂出窍晕倒了，甚至在拳击比赛 KO 就是 knock out， 用这个好，这个里边我们看看这个 knock over 跟 knock out 的区别，这个很有趣，咱看一看啊。knock somebody over 相当于 knock somebody down， 把某人打倒了、击倒了，使他倒地了。A car knocked him over， 一个车把他撞倒了。He was knocked over by fever， 他因为发烧而病倒了。总之 knock over 表示使躺下、使倒，有这个意思。而这个 knock out 呢，本来是表示拳击比赛击倒获胜，这个人不但倒了，而且晕过去了，没反应了，数10下爬不起来了。knock somebody out。Tyson knocked out his opponent in round 2. 泰森在第2个回合就击倒对手获胜，这是表示把某人打晕过去了吗？对吧？都傻了，数10下爬不起来了。派生意当然是把某人打晕了，使人事不省。He was arguing with his girlfriend, and she knocked him out with a frying pan. Frying pan 是炒锅了，对吧？他跟他的女朋友在吵架，他女朋友拿一个炒锅把他打晕了，拍晕过去了。这女朋友很凶啊，把他 KO 了，对吧？那做比喻也行啊。你看 ，the 3 drinks knocked him out， 3杯酒下肚，他就人事不省了，晕过去了啊。本文中呢，刚好用2个 knock 构成的短语构成一个对比，很有趣。12岁是我们躺下病倒躺在那儿的一个病，那80岁的时候人事不省了，晕过去了，最终直到进坟墓啊。这都是得病，得病的动词搭配有很多，咱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啊。你比如说得了某种病了，我们可以用 have、get、come down with， he came down with a cold， 他有感冒病倒了，对吧？还有像 catch、pick up 这几个都可以表示得了某种病，而且用这些搭配一般都是指传染病，都可以。你像看一些简单例子 ，Luke has measles， he must have picked up at school. I hope I don't catch it。那一句话中，这个几句句子并列句嘛，都是并列出现的句子嘛。谓语动词避免重复，但意思一样。Luke 得了 measles 麻疹、荨麻疹啊，他肯定是在学校得的这个病。我希望我可不要传染上。Have、pick up 和 catch 都是表示病，这一般指传染病了。还有一种是身体里面自发性慢慢发展出来的病，叫 develop， 这个不能跟感冒这种传染病了，一般是像这种病，比如说 develop lung cancer 得了肺癌了，这个不是传染的。develop diabetes 得了糖尿病了，这个不是传染病。develop 身体里面慢慢自发发展出来的病叫 develop。有的时候还有个医生的术语叫 contract， 这个后面根本跟传染病都行了，它一般强调患了重病，患重病一般是比较重的疾病，一般的医生用的多，比较正式一些啊，叫 contract。比如说 contract pneumonia 得了肺炎了 ，contract AIDS 得了艾滋病了，这一般指患上重病啊，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啊。好，最后一句，咱们再看看题目。他说
If we could stay as vigorous as we are at 12, it would take about 700 years for half of us to die and another 200 years for the survivors to be reduced by half again. 这个 if 从句后面跟主句，这用了虚拟语气了。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像12岁时那么精力充沛、那么强壮的话 ，if we could 本来是 can， 但 if 从句用一般过去式，与现在事实相反。我们不可能像12岁一直那么强壮吗 ？As we are at 12， 这个 we are 这真实语气了，因为我们12岁就那么强壮嘛，所以这里用 are。这 as 引导是比较状语从句，这跟 as 固定搭配吧。像12岁是那么精力充沛的话，怎么样呢 ？It would 主句中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吧，标准虚拟语气。那么可能呢 take 还是花费的意思。那花费大约700年的时间，让我们一半人死去。这个前面 it 是形式主语，这个 to die 是真正主语。就让我们去死的话，得花费700年的时间死一半。And 后面省略了 it would take。因为只剩下 another 700， 这个 it would take 前面有 it would take 被省略了，因为 and 引出并列句嘛。那么再花费700年时间让幸存者怎么样呢 ？To be reduced by half again， 这个被省略的成分里面这个 it 形式主语，后面 to be reduced by half again 还是真正主语，动词不定式啊。这个当然这个里面的小细节 ，be reduced by 是减少了多少？减少一半吗 ？be reduced by 减少了多少？Be reduced by half 减少一半 ，be reduced by 20% 减少了20%啊。但 be reduced to 后面 to 是跟最终值是多少？减少到多少 ？Be reduced to 20% 是减少到20%啊。这个 by 跟幅度 ，to 跟最终的值，这个做个小区分就好了。好，37课又是经典的文章，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把老师讲的很多的重点知识，把它牢牢记住。否则的话，走马观花听一遍之后，光看热闹2天就忘了，一定仔细复习。好，37课跟老师就看到这儿，谢谢同学们。